凌晨地震，为保小命，我果断跳楼，却毫不意外成为唯一的受害者。还好阎王生死簿上没有我的名字。为保小命，我要还阳。今日凌晨2时33分，我市发生里氏5.7级地震，震源深度10千米。截至今天7时，震区共造成1人死亡，32人轻微伤，86处房屋倒塌。目前有关情况还在排查中。虽然太尬了，但不得不承认我就是上述新闻地震当中唯一的死者。事情经过大概是这样：昨天晚上我跟朋友出去吃饭，喝了点酒，不对，不是一点酒，是喝得酩酊大醉，回家倒头就睡了。地震发生时，剧烈的晃动把我晃醒了，惊慌失措之中，或者是酒精上头，总之啥都没想，纯粹就是为了保命，我就这么本能的从窗户跳了出来。我忘了，我住在15楼，当我的身体接触到地面的那一瞬间，地震结束了。然后毫不意外的，我成为本次地震的唯一受害者，成功喜提年度笨蛋加倒霉蛋冠军。当我的鬼魂离开身体之后，便在小区里漫无目的的游荡。过了一段时间，城市安静了下来，人们陆续都回了家，只剩下寥寥无几担心余震的人还留在外面。天欲明未明之时，一对鬼魂在鬼使鬼差的押解下自远处飘来。大人，这里还有一个。鬼差说道。还有一个？不应该呀，今晚名单上就这些呀。他是哪里来的？鬼使说道，带过来问问。我被鬼差带到了鬼使跟前，给他说了一下我的情况。不对呀，明君大人给的名单上没有他呀，为什么会多出一个？鬼使看向鬼差。大人，我也不知道。你也不知道。鬼使在说出也这个字的时候，特意加重了语气。因为你不知道，所以就认为本大人也不知道吗？教条。鬼使训斥着鬼差，先带回去，向明君请示。于是我便被带回了地府，单独安排在了一个小屋里。等了多半天，明君才带着之前的2个鬼使鬼差过来，仔细打量了我一番，开口说道：我仔细核对了一下生死簿，你阳寿未尽，不该在这里，需尽快还阳。我心中一喜，活着多好啊，花花世界，漂亮妹子，我要还阳。但是根据我们得到的消息，你的身体已经被火化了。听到这话，我的心一下子凉凉了，身体都被火化了，还能还个屁的阳啊！不过在火化之前，你家人已经把你的一对眼角膜、一个肾捐献出去了。或许你可以跟接受者商量一下，看看他们有没有人愿意让你寄宿在他们的身体里。待到你阳寿尽时，自会有鬼使鬼差把你接过来。我一听有戏，赶忙答应。这是那3个人的信息，你记住了。一会儿你回去了，就去跟他们商量。请问明君如何商量？你是鬼，他们是人，只能托梦，在梦里与之对话。好的，我知道了。对了，顺便告诉你，这件事需要对方的同意，如果对方不同意，你不能硬来。即便你硬来，你也进不去。其他人的身体行不行？不行，每个人的魂魄都是与自己的身体实现连接，其他人的你进不去。而且人死之后，身体就是死物，你就更进不去了。好，我知道了。这是鬼门关的信物，可保你在阳间3月之内魂魄不散。如果有问题，可以随时回来找我们。说完，明君递给我一个玉牌。那3月之后呢？过了3个月，若你还未还阳，你的魂魄就会四散而去，你也就会失去意识，化作厉鬼了。到时候鬼差会将你打散，再也无法投胎转世。所以你要抓紧了。再回到阳间，才发现时间已经过了1年。之前活着的时候，总是听人说天上1天，地上1年，却不曾想到地下1天，地上也是1年。出地府之前，明君给我看的那3个人的信息，已经深深地烙在脑海里了。这3个人，一个是身价过亿的钻石王老五，一个是过了气的影视女明星，一个是先天失明的可怜小男孩。我考虑了一下，男女有别，女明星肯定不方便，小孩子又容易受到惊吓，所以我优先选择的是钻石王老五。是个人应该都会这样选吧？我心里想着。我又忘了，我现在不是人，而是一个鬼。张大锤，男，35岁，省城龙悦科技集团创始人、董事长，身价已近10亿，名列全省青年新锐榜首富，却在3年前罹患尿毒症。地震那晚，我掉在地上之后，救护车很快就来了，但医生发现我当场就已经死了，便把我的尸体拉到了医院里。随后，我的家人听到消息，赶到了医院。撕心裂肺的哭声平息了之后，医生跟我的家人谈起了遗体捐献的事情。因为我生前曾经签署过遗体捐献协议的，我的家人也尊重我的选择，便没有阻拦。医生检查后发现，除了一对眼角膜、一颗肾脏还能用之外，其他的都摔碎了。正巧我的肾脏跟张大锤身体的各方面指标正好能够匹配，于是便把我的肾脏移植到了张大锤身上。现在他各方面恢复的都很好，已经能像正常人一样生活了，只是还需要每天吃抗排异的药。一路磕磕碰碰，终于开始了我艰难的还阳路。按照明君给的信息，我找到了张大锤的家。为什么是磕磕碰碰呢？这个问题就有些尴尬了。刚出地府时，我看到一个人向我跑来，我刚要躲避时，那人却从我身体上穿过，径直往远处跑去了。所以我以为我能够万物皆可穿了。
毕竟之前看的电影电视里都是这样演的。然而事实却狠狠地打了脸。但当我无视行驶的汽车横穿马路时，我却像一个塑料袋一样被撞得瞬间飞了起来，360度转体，外加空中急速翻了3次，然后才落到了地下。那辆汽车却什么事情也没有，疾驰而去。当我遇到一扇门挡住了去路，想要穿门而过时，却狠狠地撞在了门上。而当我尝试着按门铃时，门铃却一点反应也没有。后来我就摸索到了规律，我就像一团看不见摸不着的空气，那些有生命的动物、植物，我可以穿过去，但那些没有生命的死物，我穿不过去。原来我并不能万物皆可穿。果然，影视剧里都是骗人的。所以，就连我要去省城里找张大锤，也不是一眨眼一跺脚就能出现在他的家里，也只能像普通人一样，要么走路，要么坐车。所以可以想象我这一路是多么的艰辛啊！好不容易找到张大锤的家，我又傻眼了，进不去。我在门外仔细听了听，房间里没有动静，应该是去上班了。即便这样，也难不倒我，我还有最后一个办法，那就是等。等人却是一件考验耐心的事情。待到晚上10点多时，张大锤终于回家了。就在张大锤打开门的一瞬间，我抢先挤了进去。就在我挤进门的那一瞬间，黑暗中一个身影向我扑来。我凑，什么东西？正当我无处可躲，准备迎接冲撞之时，那个身影却从我身体穿了过去，扑到了张大锤的怀里。别闹，阿呆！张大锤进门，打开了灯，换鞋。我站在客厅里，往门口看去，是一条拉布拉多。此时他身体紧绷，紧张地护在张大锤身前，嘴里冲我发出呜呜的声音。他能看到我。张大锤也发现了他的异样，向我看了过来，但他什么也没有看到，便蹲下轻轻抚摸着他的头。怎么了，阿呆？不要紧张，放松，放松。此时我也尝试着用眼神跟他交流，轻声说道：我没有恶意，只是有点事情要找你家主人。阿呆紧张的身体逐渐缓和了下来，但却没有放松对我的警惕。张大锤洗漱完之后，又忙了一阵工作的事情，这才上床睡觉。这段时间里，我就一直静静地坐在客厅的沙发上，随意打量着屋里的装饰，顺便跟阿呆尝试着交流。对面的电视柜上摆放着一张照片，背景是一处大山，一个漂亮的女孩幸福地依偎在张大锤的怀里。阿呆见我确实没有恶意，便不再对我满是警惕，甚至还跑过来跟我玩耍，不断从我的身体中穿来穿去，似乎很好奇。卧室里传出来张大锤的鼾声，我知道他已经熟睡了，便对阿呆说：你先自己玩着，我去找你主人谈点事。我来到张大锤的卧室，阿呆也跟过来了，看来还是对我不放心，怕我伤害张大锤。我对着阿呆微笑了一下，一头扎进张大锤的身体里。一阵黑暗之后，我来到了他的梦里。我凑，这货竟然在梦里撸串。只见一大盘各式各样的烤腰子，一大杯扎啤放在他面前的桌子上，而他周围的位子上都是一些看不清面孔的人，嬉嬉闹闹的。我径直走上前去，坐在了他的对面。他抬头看了我一眼，没有说话，伸手把那一盘烤腰子往自己身前拉了一把。张先生，你好。我开口打了一个招呼。你谁呀？张大锤一边嚼着烤腰子，一边含糊地问道，嘴里那股烤腰子特有的味道冲鼻而来。我一阵反胃，生前我从不吃动物内脏的，特别是腰子、大肠这类特殊的内脏。我还没说话，张大锤便接着说，甭管你是谁，这些烤腰子都是我的，想吃自己买去。张大锤一边说着，一边又伸手把烤腰子往自己身边拉了一下。张先生，你误会了，有件事情需要跟你商量一下。什么事？这件事说来话长，那你慢慢说。其实我不是人。看出来了。啊，真的？你是怎么看出来的？是个人都不会到别人桌上来看人家吃烤腰子。不是，我不是来看你吃烤腰子的。我也是无语了，这货怎么满脑子都是烤腰子？是缺哪不哪吗？事情是这样的，你之前不是进行过肾脏移植吗？捐献肾脏的人就是我，怎么着，你还想再要回去？我知道了，你不是来看我吃腰子的，而是来抢我腰子的吧？他听我这么说，表情紧张了起来，打断了我的话，随后接着说道，你果真不是人啊，是人都干不出抢别人腰子的事来。你听我把话说完行不行？我火气一下子就上来了，我不是来抢你腰子的，我已经死了，我现在是一个鬼魂，托梦来你梦里了。你听明白了吗？哦，这样啊，你不早说，我还以为你来抢我腰子呢。听我说完，他又放松了下来，一边吃着烤腰子，一边喝着扎啤。但别以为你这样说，我就让你吃我的烤腰子。我实在是没办法跟他交流了，起身就想离开。可是当我想到我还要还阳的时候，又再一次坐了下来。我来找你是想跟你商量一件事情。什么事情？除了腰子，什么事情都行。看来这张大锤因为之前的尿毒症，心里一直在担心害怕，留下后遗症了。能不能好好说话？你是尿毒症病毒转移了吧？转移到脑子了吧？我一听他提腰子我就上火。我来找你是因为我阳寿未尽，但我已经死了。鬼差把我带到地府，又把我放回来了。
但是我的身体已经被火化了，还不了阳了。我来找你，就是想问问你，能不能寄宿在你的身体里？毕竟你的身体里还有我的一个肾脏。听我说完，张大锤想了一会，给我递过来一串烤腰子。要不你还是吃我的烤腰子吧？我吃你大爷呀！我是来吃烤腰子的吗？我是想跟你共用一个身体的呀。不是，你有没有理解我说的话？要不我再仔细跟你说一下。不用，我听明白了。张大锤擦了一下嘴，接着说，你是从12院偷偷跑出来的吧？来，吃一串，吃完我送你回去。省城12院是一家精神病医院，感情这货把我当成精神病了。我们现在是在你的梦里，你知道吗？你上坟烧报纸，糊弄鬼呢。我要是能让一精神病给骗了，还怎么在省城里混？你别不信，要不你试试？怎么试？要不然你拿肉签子扎一下自己。呵呵，又骗我。张大锤眼里透露出狡黠的光芒。这家伙不相信是在梦里，怎么办？我看到了桌上的扎皮，试着去抓，结果还真给抓住了。原来在梦里我跟正常人是一样。我拿去那杯扎皮就冲他泼了过去，然后就觉得一阵黑暗袭来，我已经站在张大锤的卧室里了。此时张大锤已然睁开了眼睛，然后坐起身打开灯，环顾了一下四周，随后嘟囔了一句，真他妈在做梦啊。随后便又关灯睡下了。等他睡着之后，我再一次进入到他的梦里。这次他没再吃烤腰子，而是坐在办公室里批阅文件。看到我出现在他办公室，他用诧异的眼神看着我，显然是没有认出我是谁来。你是谁？谁让你进来的？说着便喊人，小李，小李，你进来一下，你不要喊，我们刚刚才见过的。他听我这样说后，便尝试着回忆了一下，就刚才在你上一个梦里吃烤腰子。我给了他一些提示。那我现在也是在梦里。对，我们都在你的梦里。那好吧，你有什么事吗？上次给你说的，你还记得吗？记不太清了。我又把情况给他说了一遍。不可以，张大锤果断说道。为什么？不方便。你就当我不存在。那不可能。那你就当我是个寄生虫，我绝对不会影响你的生活。我保证。我努力劝说着。而且你想啊，你平时都是一个人，要是有啥不顺心的事，不方便跟别人说的，咱俩可以互相聊聊啊。你平时工作这么累，你累的时候我也可以帮你呀。你说对吧？不对。如果你进入我的身体，我有可能成为双重人格，会被人送到12院的。而且要是你把我身体占据了，我怎么办？我不是那种人，而且我要寄宿成功，必须经你宿主本人同意的。你要是哪天不愿意了，我可能就又是个鬼了，这都不太好说啊。我知道你不是那种人，但你是鬼，我不信鬼话。张大锤低头看着文件，接着说，好了，我现在还要忙。你走吧。你忙什么呀？咱俩现在是在梦里，你现在在睡觉呢，你明不明白？哦，对，我又忘了。对不起，上班的时候已经习惯忙碌了，在梦里也改不过来了。但你还是要走。为什么呀？咱们再商量一下呀。没得商量。说完，张大锤便打开文件看了起来。难道你要眼睁睁看我灰飞烟灭吗？你怎么这么冷血？你的那颗肾毕竟是我的。我恼怒地冲他说道。张大锤没有任何反应。我平复了一下心情，郑重地对他说，我现在就在你的家里，你看不到我，阿呆可以。我也只能在梦里跟你对话。所以等你睡醒了，请你一定要认真考虑一下这件事情。从张大锤的梦里出来后，我有点失望，只能希望他醒来之后还能够记得这个梦，然后对我这个救命恩人还有些许的感恩。第二天早上，从张大锤起床的那一刻，我就寸步不离地跟着他，希望他能说起昨天的梦，说起我。结果这货，我真是高估了他的善良。晚上，张大锤睡着的时候，我又进到他的梦里了。还不错，他在梦里竟然还记得我。但不出意外的，我又被拒绝了。即便我好话说尽，死缠烂打。在他梦里出来之前，我告诉他，如果他不答应，我就每天都跟着他，缠着他，直到他答应为止。随便。说完之后，他便对我视而不见。一连10多天，白天我跟着去他上班，晚上再到他的梦里去缠着他，但他始终没有松口。我对寄宿在他身体的事情，心里已经开始产生动摇了。这天，他早早便回了家，还特意在路上买了一捧鲜花。回到家之后，他没有像往常一样洗涮、工作、睡觉，而是郑重地做了一桌子的饭菜。收拾妥当之后，他坐在餐桌前，一个人沉默地喝着红酒，而我则坐在旁边静静地看着他，想等他睡觉的时候再去纠缠他。你在吗？他轻声问。他等了一会，见我没有回答，便四下里看了看，随即又笑了一下，接着说，我忘了，现在不是在梦里，我听不到你说话。那就我说，你听着。你知道吗？其实我是一个孤儿，小的时候父母就在一次泥石流里去世了。我是在村里吃百家饭长大的，在村里的时候他们都喊我大锤，以后你也可以这样喊我。16岁那年，我离开了村子，来到这里打拼，攒了一笔钱后就自己创业。他沉默了一会，接着说道，
也是运气好，我赚到了人生的第一桶金，之后事业越做越大，一直发展到现在这样。不管你信不信，我是一个知道感恩的人。我有钱了以后，给村里修桥铺路，建养老院，建学校。我们那个村子啊，在山里，很穷，但人都很敦厚善良。之前我生病的时候，很多人都去医院看我，听说我的病只有换肾才能痊愈，都抢着要换给我，可是没有匹配的。还有那些孩子，之前他们很多都上不起学，能上得起学的，要去学校也要翻好几座山。而现在我在村子里建了学校，他们都能每天上学了。他沉默了一会，又说道：我知道你去年地震的时候，在新闻上看到过你的事情，当时我还把你当笑话，没想到竟是因为你，我才能像正常人一样活着，才能继续去帮助乡亲们。所以我要谢谢你。张大锤说完，起身鞠了个躬。我见他如此郑重，遂心中大喜。这是要答应我的节奏吗？我已经准备好了。张大锤起身鞠了个躬，随后又坐了下来。但是对不起，我还是不能答应你，因为我还有事情没有做完。我的心一下子又沉了下去。你消遣我呢吧？既然不答应，你浪费这么多感情干嘛？你看到那个女孩了吗？张大锤眼睛盯着电视柜上的那张照片，接着说道：她是我的未婚妻，但她失踪了。今天是她出事8周年的日子。她是跟我一起来到这个城市的，那年她才15岁。她跟我一起打工，一起赚钱，一起创业。后来跟我一起回山里帮助乡亲们。就在我们事业有成，计划要结婚的时候，她却出事了。她开车出去谈生意，出了车祸，车子开进了大河里，到现在都没有找到人。我一直在等她回来，可能某一天晚上我回到家时，她已经做好饭等我了。所以我不能答应你，我不能让你寄宿在我的身体里，我怕有一天她回来了，我却已经不是从前那个纯粹的我了。我不知道她是不是还活着，但是我好想她。这个晚上我没有再进到张大锤的梦里，我在客厅的沙发上坐了一整夜。天即将要亮的时候，我做了一个决定。第二天天黑之后，我用明君给我的那块玉牌来到了地府，见到了明君。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？明君能不能帮个忙？什么事？帮我查一个人，看看他是不是还活着。我把张大锤未婚妻的情况告诉了明君，明君说了句稍等，便转身离开。片刻之后，明君回来了。此女子命里只有26岁，足于水，现在已经投胎转世了。明君能否告诉我，她转世之后在哪里？这明君思量片刻。还有，明君接着说，刚才我顺便查了一下张大锤，生死簿上他的阳寿也只剩下10年了，所以你还是不要选他了，选个寿命长点的，一劳永逸。谢过明君之后，我立即就回到了阳间。即便这样，这里依然已经过了半个多月了。再次回到大锤的家门口，正想等着他下班回来进门，却不想房门却从里面打开了，是张大锤的秘书。我听他边走边说，王总，我把他的抗排异药已经换好了，绝对神不知鬼不觉，过段时间公司就是我们的了。此时我已经是怒火中烧，什么 TMD 神不知鬼不觉，我不就是那个鬼吗？万恶的狗男女，那可是我的腰子。跟往常一样，张大锤回来的时候已经晚上10点多了。开门的时候，他好像感觉到了什么，动作明显顿了一下，随后说道：你是不是又回来了？我还以为你不会再回来了呢。进屋之后，张大锤没有多说话，依旧是洗澡、工作、睡觉。待他睡着之后，我进了他的梦里。这些天你去哪了？他在等我进来。你能感觉到我的存在了？我问他。刚才他开门的时候，我就看到了他的异样，所以就问了他是不是能感觉到我的存在。一开始的时候没太注意，后来你来我梦里次数多了，我便留心了。你在和不在，那种感觉是不一样的。这几天去办了一件事情。我点了点头，随后说道：什么事情？听了你那天的话，就去了一趟地府，请明君帮忙查了一下你未婚妻的情况。张大锤一听我提到了他的未婚妻，神情立刻紧张了起来。你要听吗？你说吧。这么多年了，我有心理准备。他已经去世了，就是因为那次事故，而且已经投胎转世了。我如实告诉了他，然后又说了他现在的住址。明君让提醒你，命里有时终须有，命里无时莫强求，不要打扰他现世的生活。要不要去见他，你自己决定吧。我没再说话，只是静静看着他。他同样沉默着，突然就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，大哭了起来。而我则是眼前一黑，就从梦里出来了。再看张大锤时，他已经醒了，枕头已经被眼泪浸湿了。第二天，张大锤很早就出门了。我没有再跟去，因为我知道他去哪里了。我也知道他能做什么，不能做什么。到了晚上，张大锤回来了，他的脸色很平静，似乎已经得到了解脱。他睡着之后，我又进了他的梦里。今天你见到他了？我问。见到了。放下了吗？放下了。他坚定地说道，似乎也是在提醒自己。然后接着说道，我同意了，你可以寄宿在我的身体里。
不了，我决定还是去找其他人了，就让你这个省城首富继续发光发热吧。思虑再三，我没有告诉他的阳寿只剩下10年了这件事情，我觉得那样做太残忍了。对了，有件事得跟你说一下，你的那些抗排异的药被人给换了。大锤这个首富也不容易，我不能让好人没好报啊。接着我便把偷听到的话都告诉了张大锤，本以为他会生气，但却没有，他只是点了点头，然后说了一句：我知道了，谢谢你，我会处理的。那你好好休息吧，明天一早我就走了。第二天我再次踏上了还阳路，不得不再次承认，还个阳可 PMD 太难还了。现在就剩下女明星和小男孩了，该怎么选呢？选女明星？不行，男女有别，进到人家女孩子的身体里太禽兽了。选小男孩？也不行，他才那么小，万一吓着他怎么办？而且他俩之间不选女明星，这也太禽兽不如了。思虑再三，还是去找那个女明星商量一下吧。苏小美，女，31轨在囧途下划线我的还阳路2GT 22岁，内地女演员，出演过6部电视剧，曾获最佳配角奖。4年前拍电影时因为一场事故导致眼角膜受损，一只眼失明，从此被影视公司雪藏。接受了眼角膜移植后没有再出道，而是自己成立了一个工作室，做起了直播。直播的内容竟然是钓鱼。历尽辛苦，终于在第3天的下午找到了苏小美的家。晚上大约8点半的时候，苏小美终于回来了。张阿姨，我不吃晚饭了，要累死了，一会洗了澡我就直接睡了。说完便上楼去卧室了，怕她进了卧室之后会关门，所以我立刻跟了上去。苏小美进了卧室，开灯关门，随后就要脱衣服。我凑，这么火爆吗？我赶紧转过身去，一阵窸窸窣窣的声音过后，就听见苏小美朝我走了过来，没来得及躲开，她就穿过了我的身体。随后一头乌黑的长发，一个光滑的脊背，一对浑圆的嗨嗨便映入了我的眼帘。我目光呆呆地看着她走进了浴室，完全忘记了古人非礼勿视的谆谆教诲。浴室没有关门，里面传出哗啦哗啦的水声。我一时竟有一种大脑缺氧的感觉，忍不住朝浴室走去。折腾我呢是吧？我可是一个血气方刚的男鬼。短短的几步，我却在心里经过一番天人交战。只差一步就到浴室门口的时候，我狠狠掐了自己一下，停下了脚步。呸！色鬼，真不要脸！我骂了自己一句。做鬼也要做有底线的鬼，不是吗？我回到卧室里，坐到了窗台边上的吊篮里，嘴里不提念叨着：我是正人君子，我禽兽不如。正当2个小人打得难解难分之时，苏小美回来了。等她换好睡衣，关灯睡觉，彻底睡熟了，我进入了她的梦里。她正在水库里游泳，看到我站在岸上看她，她一边在水里游着，一边大声说道：嘿，帅哥，会游泳吗？下来一起玩会儿啊！果然，人在梦里都是放飞自我的。苏小姐，你上来吧，我有事找你。哟，帅哥，你认识我呀？是不是经常看我直播呀？有没有关注我呀？苏小姐，我真的有事情找你商量，麻烦你上来一下吧。哎，叫什么苏小姐啊？叫我小公主。来，帅哥，叫一声听听。我有点苦笑不得了。既然这样，那你就在水里听我说吧。你之前是不是移植过眼角膜？那是我捐献给你的。帅哥，你开玩笑的吧？你怎么知道我用的是你的眼角膜？事情比较复杂，你慢慢听我说。你还记得去年邻省的那次地震吗？我在地震中死掉了，所以我的眼角膜就捐献了。你等会，你说你死掉了，那你现在怎么在这里？这就是我接下来要讲的。我被带到了地府，明君查了一下生死簿，说我阳寿未尽，就让我还阳。可是呢，我的身体已经被火化了，就只能来找你商量一下，能不能寄宿在你的身体里。我说完，一脸期待地看着他。哈哈哈，帅哥，你是写网文的吧？这故事编得真好，肯定能火。你在哪个平台写？我抽时间也看看去。我就知道，第一次听说这种事情，谁也不会相信。苏小姐，我现在只是鬼魂，只能是进到你的梦里，才能跟你对话。我知道，我说的话，一时半会的你也不会相信。但我现在就在你家里，我也会一直跟着你的，直到你相信了为止。说话之余，我突然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，所以一会等你醒了，一定要好好想想我对你说的话。说完，我便跳进了水库，径直朝着苏小美游了过去。哎，你要干什么？不要过来！苏小美有点害怕了，慌乱之中，她竟忘记了游走。我没有理会她，很快就靠近了她，一猛子便扎进了水里。在水里，我抓到她的腿，便把她往水里拉。她拼命挣扎着，想要挣开我，而我则用力地拉着她，不让她挣脱。几秒钟之后，我眼前一黑，就在她的卧室里了。而苏小美呀的一声，猛地坐了起来，大口喘着气。我心中窃喜，这样你就能记住我了吧？苏小美在床上坐了一会，转身拿起床头柜上的水杯，喝了几口，就又躺下了。似乎是被刚才的梦给吓着了，苏小美很久都没有睡着，躺在床上翻来覆去。
最后干脆就不睡了，打开电视看起了电视剧。苏小美不睡觉，我也没办法进她的梦里跟她商量，索性我也坐在吊篮里跟她一起看起了电视剧。待我再转身朝苏小美看去，结果差点没气死。她睡着了，哈喇子都从嘴角淌出来了，看样子是早就睡着了。正当我想再进入她的梦里时，她的电话响了。我就想进到她的梦里跟她谈谈我寄宿她身体的事情，怎么就这么难呢？早上吃饭的时候，苏小美好像想起了什么。张阿姨，你知不知道这附近什么地方有道士吗？苏小姐，你是有什么事情吗？哎，这不是我现在整天钓鱼吗？经常去水库啊、河边啊，那些地方阴气重，我怕沾上不干净的东西。苏小美喝了一口粥，接着说道，昨天晚上我还做了一个噩梦，梦里被一个鬼给拉下水了，吓我得一晚上没敢睡觉。听了她的话之后，我顿时自责起来，昨晚下手有点狠了，人家可是女孩子啊。所以我想找个道士求个平安符啥的，驱邪。我没有听说过附近有道士，不过在市里老巷子那边有个婆婆专门给人驱邪，听人说挺灵的。哦，是吗？那一会我去那里看看。我一听，这不就是想赶我走吗？寄宿这事还没商量好呢，我不能走啊。再说了，我不是也没怎么着你吗？我可是一个生在红旗下，长在春风里，善良正直、富有爱心的鬼啊！果然天下最毒妇人心啊！他吃完饭后真的去找了驱邪的怪力乱神的老太太。不过好在我吉人自有天相，不对，我是一只吉利的幸运鬼，没有被驱邪的送走。可苏小美却没有我这么幸运了。她不仅被驱邪的老太太骗了800块钱，还在驱邪烧纸的时候被警察叔叔光荣地上一刻，真是活该啊！怕她哪天万一真的找到高人把我驱邪送走，我得加快还阳的脚步。晚上我就迫不及待进入到苏小美的梦里。这次她在大街上闲逛，竟还是她驱邪烧纸的那条街。大街上除了她一个人也没有。我来了之后，就有了一个鬼在她的后面。我快步上去喊住了她，苏小姐，等一下。她转过头，似乎是受到了惊吓，惊恐地看着我，惊慌地说道，你不要过来。于是我停住脚步，跟她保持着7、8米的距离。你是谁？为什么跟着我？苏小姐，你不要误会，也不要害怕，我没有恶意的。我向她解释道，你还记得昨天晚上的梦吗？她点了点头。其实现在也是在你的梦里。她没有说话。我昨晚说过的话你还记得吧？我就是想寄宿在你的身体里，我不会打扰你的生活，相反我还能帮你。可我是女的，你是男的，不是很方便吧？苏小美说道。习惯了就好了呀。我无耻地说道。那到时候是我支配我的身体，还是你支配我的身体？当然是你支配了，你就当是养了一个宠物就可以了呀。不行，你赶紧离开，要不然我喊人了。他明显是害怕了，我怕再吓到他，就从他的梦里出来了。一连几日，苏小美都没有出门，每天晚上我都会进到她的梦里。这天晚上终于把她弄烦了。你烦不烦人啊？我都说不行了，你怎么就不死心呢？你不懂人话吗？我懂人话呀，可我还不想死，我想活着呀。那你寄宿在我身体里也是等死，你这样活着的意义又是什么呢？这我还真没想过。是啊，那样活着的意义是什么呢？我站在那里想了很久，我都没有想出答案来。于是我就坐在地上想，但我依旧是想不出来。突然之间，迷茫充斥了我的内心，无助地在那里坐着。可能是看到了我失魂落魄的样子，他于心不忍，动了恻隐之心，便关心地问道，喂，你没事吧？我没有回答他，只静静地坐着。没有意义也可以活着呀，活着本身就是活着的意义呀。苏小美见我不说话，对我说道。听了苏小美的话，我突然惊醒，愣在了那里。对呀，我为什么要执着我为什么活着以及活着的意义呢？我都死过一次了，那我依然还活着，这本身就是意义呀。然后我就彻底醒悟了，心情也舒畅起来了。我感激地看着苏小美，然后快步走向她。在她还没反应过来时，我一把抱住了她。苏小美一时也愣住了，片刻之后，一声尖叫在耳边响起，随后便是她奋力的挣扎。于是我眼前一黑，又回到了卧室里。卧室的灯亮了，苏小美坐了起来，大口地喘着粗气。过来一会儿，苏小美平静了下来，双手抱着曲起的腿，坐在床上一动不动。片刻之后，传来一阵呜咽的哭声。你们为什么都欺负我？小时候同学欺负我，谈个恋爱又被人渣欺负，拍戏的时候你1号欺负我，现在就连我睡觉了，在梦里你也不放过我。你们到底想怎么样啊？是不是我死了你们才开心？苏小美喃喃说道，她的头枕在膝盖上，眼泪顺着脸颊流下，肩膀还在轻轻抖动着。我坐在吊篮里，静静地看着她，感觉心里又是一阵愧疚不安。不知过去了多少时间，苏小美又睡着了。我没再进入她的梦里，就让她好好睡一觉吧。早上醒来，苏小美还是恹恹的，这让我这个鬼更是良心难安。可我明明啥也没做呀，我就是想单纯还个阳啊。
晚上再一次进入他的梦里，他正坐在工作室里一筹莫展。我没有靠近他，远远地坐在了另外一张桌子旁边。椅子的声音惊动了他，他抬头看了一眼，认出了我。你怎么又来了？我一直都在呀。你无赖呀，整天跟着我。他一脸嫌弃的表情。这不能怪我呀，我无处可去才跟着你的。那你从什么时候开始跟着我的？就你上次钓鱼回来那天，我到的你家，然后你就一直跟着我。对呀，没离开过。没有啊。那我洗澡换衣服的时候，你是不是也跟着？我犹豫了一下，正在想是实话实说还是否认的时候，他接着说，你怎么这么无耻呢？色鬼，禽兽。我就看了一点点，然后就转过头去了，我的声音越来越小。什么？转过头去了？姑奶奶，我不好看吗？你真禽兽不如。我一头黑线。果然，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。咱说点正事吧。我小心地问他，他自己都觉得有点不好意思了，然后就不说话了。谢谢你，谢谢你。沉默了一会儿后，我和苏小美同时说道，你先说，你先说。又是同时说的，这默契也没得说了。你说吧。这次是我说的。谢谢你的眼角膜，让我又能看到这个世界了。他眼神里充满了感激，你知道吗？曾经我以为我这辈子都不能再看到东西了。不客气，我淡淡说道。比起以前，我现在过得很轻松，也很开心，没有那么多的尔虞我诈、虚情假意，所以我很满足。我回应着。你呢？你刚才想说什么？我也想对你说一声谢谢，昨晚你说的那句话让我打开了心结。不用客气，那也是我曾经对我自己说的。你知道，之前的那几年里，我过得其实挺难的。我了解。我还得给你道歉，已经吓到你2次了吧？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我愧疚地说道。随后苏小美问道，你有什么打算？我这不是在跟你商量吗？我能不能寄宿在你的身体里？我是女生，当然不行了，以后得多尴尬呀。哦，我有点失望。他看到我失望的表情，似乎也有些愧疚。要不，先是2天。他犹豫了片刻，用了很大的勇气才说出来这句话。可以吗？这个时候，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里。哎呀，你就偷着乐吧。姑娘，我冰清玉洁，身材又好，真是便宜你了。苏小美脸红耳赤地说道。我开心得不得了，赶紧点了点头，说了声谢谢。我忽然想起了她刚才一筹莫展的样子，就开口问道，你是不是遇到难事了？或许我可以帮你。真的吗？你知道我遇到什么事情了，对吗？不就是钱吗？工作室账户里没钱了吧？这些天跟着你我看得一清二楚。再赚不到钱，工作室恐怕就要关门了。不就是钱吗？这还能难到我吗？好歹我也是认识省城首富的鬼。这样吧，既然你答应我附身，那我帮你解决工作室资金问题，这样我也不白占你便宜，怎么样？苏小美倒也是个爽快人，想都没想就答应了，可能知道我是一个善良的鬼吧，嘿嘿。为了早日附身苏小美，成功还阳，第二天一早我就马不停蹄地去找张大锤要钱去了。不愧是处了这么久的难兄难弟，张大锤一回家就感应到我来了，可能是知道我回来了，张大锤有点高兴，竟然睡不着了。我睡不着咋办？你睡不着，我也很无奈啊。我还有事要跟你说呢。我去喝点酒。这些天你去哪里了？找到寄宿的人了吗？实在不行，你就寄宿在我身体里吧。虽然吧，这不太方便，但我总得报答你不是吗？你考虑一下。他一边喝酒一边跟我说道，不一会一瓶就喝完了。他絮絮叨叨地说着这些天的事情。王总监和丽丽已经被警察抓起来了，他们公司新项目的土地也批下来了，反正就是形势一片大好。不知不觉已经是第3瓶了，这货可真能喝。等喝完第3瓶的时候，张大锤回卧室睡觉去了，这次很快就睡着了。我进到张大锤的梦里，他又在吃烤腰子，见我来了，拿了一串给我递了过来。来，你也吃。你怎么这么爱吃这玩意？吃哪不哪呀？你又不是不知道我的情况，可这是在梦里呀。不是在梦里，我也吃不下这骚气玩意呀。凑，感情这货跟我一样，你自己吃吧。我这次回来是想跟你商量件事。什么事？不是已经答应让你寄宿了吗？是你自己不想的。不是，这事。我前几天去找了另外一个人，他之前失明了，移植了我的眼角膜，现在又能看见了。这是好事啊，怎么？没同意？不是，你听我说完。他也同意了，但是作为交换条件，我得帮他解决资金问题，所以我这不就来找你这个大金主了吗？于是我把苏小美的情况给张大锤详细的说了一下。哥们，行啊，以后你有福了。张大锤一脸猥琐地看着我。滚蛋，跟你说正事儿呢。这个是多简单啊，现在我们集团正打算成立一家信息传媒公司，你回去问问他想不想合作。要不然你跟我去一趟吧，你俩见面详细聊聊，你说的这些我也不专业呀。
张大锤就像看白痴一样看了我一眼。好歹我也是一方首富，上赶着去给人投资，你不觉得很掉份吗？可是苏小美很漂亮的，那身材，那大长腿，啧，保准你看了第一眼就想看第二眼。我开始用美人计了，要不然你俩处一下试试呗？你看，你未婚，他未嫁，你有钱，他有貌，我再附在他身上，这样以后你就能美人和兄弟兼得了，多划算的买卖啊！我调侃道。凑，你可别说了，那画面想想就天雷滚滚。哥们答应你就是了，正好报答你的换肾之恩了。见到他答应，我随后便把苏小美的地址说给了他。好了，事情办完了，我出去了。我对张大锤说道。你真不吃点？张大锤手里举着一串烤腰子问我。我没理他，径直从他的梦里出来了。张大锤这边大功告成后，我又麻利的去找苏小美了，晚上第一时间就进了他的梦里。苏小美正在一条河边上直播，欢迎来到小美爱钓鱼直播间，点关注不迷路，一言不合刷礼物，么么哒。听粉丝说这条河里有大鱼，今天看我怎么盘它。如果今天钓不到大鱼，就给大家发波福利，送100个钓箱。感谢榜一大哥送的礼物，多情自古空余恨，感谢大哥来帮衬。哎，就连做梦也这么卖力工作，也是佩服他了。小美，我回来了。啊，你回来了呀？那我这是在梦里了。啊，我的大鱼，我的榜一大哥，行了，别恼了，给你带好消息来了。什么好消息？把钱带回来了？不会是冥币吧？我又一头黑线。我把人给你带回来了，现在就住在酒店里。明天你去找他谈一下合作的事情。接着他便用一种轻松的语气说道，行吧，看在你帮了我的份上，你讲我美梦的事情就算了，这简直就是蛮不讲理。算了，以后还得借用人家的身体，不跟他计较了。我心里暗暗盼着他俩明天合作成功，这样我就能早日还阳了，哈哈，我终于要还阳了。第二天，苏小美吃完早饭，精细打扮了一下，就去酒店见张大锤了。刚到酒店，听到有人在叫她的名字，苏小美转过身一看，是一个穿着靓丽的女人依偎在一个男人的身边，脸色顿时沉了下来。苏小美，果真是你呀？你怎么来这里了？女人走上前来，仔细打量了苏小美一番，还用手在她眼前晃了晃。哟，能看见了，还以为你一直瞎着呢。有事吗？没事，请离开，不要打扰我做事。苏小美冷冷地说道。哟，来做事的呀？你还能有什么事？不会是来卖的吧？要不我介绍我老公给你呀？说完还从上到下瞄了瞄苏小美的身体。你无耻！老公，他骂我。女人假装委屈地朝男人说道。男人刚才就看到苏小美了，正想怎么上前搭讪，此时听见女人撒娇，便面带着猥琐的笑说道，美女，要不一起玩玩？滚，不然我报警了。知道我老公是谁吗？你好好伺候一下我老公，要是让他高兴了，捧捧你，说不定还能让你再红起来呢。我在一旁看着，怒火中烧。 TMD， 你侮辱苏小美，不就是侮辱未来的我吗？真是孰可忍孰不可忍。这个张大锤怎么还不下来？真是关键时候掉链子。就在我吐槽时，张大锤从电梯里走出，径直朝这边走了过来。苏小姐。张大锤在来之前已经查过了苏小美的一些信息，所以一眼认出了她。张总，你好。苏小美边说边和张大锤握了握手。怎么回事？遇到麻烦了？张大锤问道。遇到2条疯狗。呸，你个贱货，说谁是狗呢？女人咒骂道。张大锤没有理会她，而是看向那个男人。你是宇昌公司的陈总吧？我记得你，我们之前有过合作。管好你的女人。你是张大锤？张总。男人小心地问道。是我。张总，您别生气，这就是误会，回去我立马教训他。男人立马变了一张脸。那是你的事情，现在马上滚。好的，好的。男人连忙点着头，拉过女人就头也不回地走了。果真大锤首富的实力不是盖的。苏小姐，不好意思，下来晚了，我们去那边咖啡厅谈吧。苏小美两眼通红地看着张大锤，没有说话。苏小姐。苏小美一下子抱住了张大锤，头枕在他的胸膛上抽泣着。张大锤不知所措地站在那里，慌乱地说道，苏小姐，你没事吧？不要动，让我抱一会。苏小美一边抽泣一边说道。我凑，这是什么情况？之前在梦里我抱你的时候，你拼命挣扎，怎么现在还主动投怀送抱了？难道人跟鬼的待遇就这么不一样？过了一会儿，苏小美松开了张大锤。对不起，刚才有点失态，好久没有人这样保护我了。都把你衣服给弄湿了，我赔你一件吧。没关系，回去洗洗就行了。你需不需要休息一下？要不你先去休息，然后我们再谈合作的事情。没问题，就现在谈吧。看着他俩谈合作的场景，我都觉得空气里多了一份暧昧的氛围。不好，我咋觉得这么危险呢？果然回家以后，苏小美明显开心了很多，嘴里一直哼着歌，也不知道在想什么，嘴角不时的还会微微翘起，犯了花痴一样。晚上
我进了他的梦里。你们两个的合作谈的是不是挺好的？我忙问，今天的事情你都看到了？他却答非所问问，看到了。你跟这个张大锤很熟吗？他这人怎么样？什么怎么样？你不都看到了吗？挺好的呀。为什么这样问？哎呀，我是说他人靠不靠谱？当然靠谱了。那他现在有没有女朋友？我总算是明白了，这丫头是看上张大锤了。怎么看上他了？你不知道，今天他在酒店把那对狗男女赶走的时候，我的心扑通扑通乱跳，好有安全感。苏小美两眼放光，花痴地说道：不是，咱能先别犯花痴吗？我刚才问你的，你们合作是不是谈得挺好？我是不是可以附你身了呀？合作还行吧，附身的事过2天再说啊。接着不管我怎么和他说，他都不再接我的茬，只是絮叨着张大锤。我不知道的是，就当我在苏小美的梦里，他跟我谈论着怎么拿下张大锤的时候，张大锤正躺在酒店的床上，满脑子也都是苏小美。第二天一大早，苏小美就开始梳妆打扮，势必拿出她风华绝代美人的姿态。果然一天下来，顺利拿下张大锤。不得不说，钻石王老五和过气女明星的爱情就是非同一般啊。到了晚上，我进了苏小美的梦里。这一天的狗粮吃得我胃疼，得偿所愿，开心了吧？我揶揄地说道。嘿嘿，苏小美傻笑着，没有说话。我正想问她我什么时候可以附她身的时候，却见她又用一种愧疚的眼神看着我，说道：那个，想跟你商量个事。怎么啦？我感觉不太妙啊。我之前不是同意你寄宿在我身体里了吗？我还能不能反悔呀？为什么呀？你之前明明已经答应了的。我一听他这样说就着急了，你这不是卸磨杀驴吗？对不起，你先别生气。之前我是真心答应你的，但现在情况不是不一样了吗？苏小美不好意思地说道。你看，你夹在我跟大锤中间，是不是很不舒服？要是我俩以后结婚了，住在一起来，咱3人一起过日子，那得多尴尬呀。听了苏小美的话，我仔细一想，是这么个道理。如果我寄宿在了苏小美身体里，两人以后要是在一起了，狗粮能让我吃到吐。而且他们以后肯定是要睡一块儿的，万一他俩亲热的时候，我突然冒出来了，会不会把大锤给吓得不举了？即便他俩不在乎我，可我一个男人，不，男鬼，怎么能接受自己所在的身体和另一个男人有亲密的接触？只想想就觉得瘆得慌，不由打了个哆嗦。你说的倒是挺对的，早知道就不帮你了，我这不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吗？我对苏小美说道，心里却再一次失望了。真的对不起啊，我也只是想为自己争取一次好好生活的机会，就像你那么努力的想要还阳一样。看我失望的表情，苏小美担心却又坚定地说道：你说的对，没关系，我再去找别人呗。我洒脱地说道，还有一个小孩也用了我的眼角膜。那我就安心多了，到时候要记得回来看我们。当然了。我们没有再说话。过来一阵子，我对苏小美说道，你睡觉吧，我先出去了。明天一早我就去找那个小孩子，我的时间不多了。谢谢你。说完，苏小美过来抱了抱我。那一刻，我似乎知道张大锤为什么一下子就被苏小美给拿下了。那一对饱满压在身上，真软。果真以柔克刚，势如破竹。第二天一早，我便离开了苏小美家，按照之前明君给的信息，又回到了省城，找到了小男孩住的地方。这是一家福利院，在省城的郊区。小男孩叫宁宁，5岁多了，因为先天失明，被父母抛弃到福利院门口。后来福利院的人带他去医院做了检查，需要换眼角膜才能复明。等了2年多，终于等到了我的眼角膜。进了福利院，我在一间活动室里见到了宁宁，一个本地高校的大学生志愿者，正在活动室里给孩子们讲故事。孩子们被故事逗得哈哈大笑，稚嫩的脸庞上满是幸福。听到孩子们无忧无虑的笑声，我实在不忍心去惊扰宁宁，竟然有点退缩了。到了晚上，我没有进入宁宁的梦里，而是用明君给我的那块玉牌来到了地府。我想找明君问一下，还有没有其他的办法。等了半日的时间，明君才来见我。你又遇到什么事了？我把张大锤和苏小美的事情从头到尾讲了一遍，又把到了福利院见到宁宁后于心不忍的事情说给了明君听。明君，宁宁实在是太小了，对事情还没有判断的能力，即便她能答应，那以后她要是长大了反悔了怎么办？所以我来这里就是想问问，还有没有其他的办法让我还阳？你容我想想。明君认真思考了一会儿，随即对我说道，你在这里等我一下，我去查一份典籍，上面或许有记载。说完便匆匆离开了。这一等又半天过去了。明君再次回来时，我整个人都紧张起来，眼神急切地看着他，但他只是摇了摇头，什么也没有说。我彻底失望了。离开之前，我问明君，这里能查到宁宁的爸爸妈妈的信息吗？明君对我说，就知道你会问，已经帮你查了，他们在3年前一场事故中去世了，现在正在第11层石压地狱里赎罪呢，等赎完罪就会转世投胎了。明君接着对我说，逆增上缘，顺增下缘，有求皆苦，无欲则刚，但行好事，莫问前程。你不要多想了，还是早些回去吧。
回到阳间，人世间已经是1年之后了，而我在阳间只剩下不到1个半月的时间了。走在大街上，忽然看到了青年新锐企业家张大锤跟著名女主播苏小美结婚的新闻。我忽然想起来，有件事情我忘记告诉苏小美了。张大锤只剩下10年的阳寿了，不，现在只剩下9年了。真不知道他俩在一起是对还是错。算了，命数由天定，不是我这个鬼能左右的。想了想，我还是去福利院吧。来到福利院，找了一圈，没有找到宁宁。我正纳闷之时，一辆校车停在了福利院门口，几个小朋友从校车中走了下来，宁宁也在其中。她已经在街道的小学里上1年级了。宁宁是不是又打架了？福利院的老师看她脸上有伤，便问道：王老师，班里的同学先欺负我的，他们说我是没人要的孩子。宁宁委屈地说道。老师听了，抱了一下宁宁，柔声说道：不要听他们瞎说，谁说你们没人要？院长妈妈要你们，老师也要你们呀。以后不要在学校随便打架了，听到了吗？知道了，王老师。晚上我犹豫了一会，还是进入了宁宁的梦里。宁宁正在跟2个看不清样子的大人在广场上放风筝。爸爸妈妈，你看风筝飞得多高啊！宁宁开心地说道。我坐在广场的凳子上看着，没去打扰她的开心。过了一会，那2个大人不见了，宁宁在那里焦急地喊着：爸爸妈妈，你们在哪里呀？宁宁，我叫了她一声，她朝我跑了过来，拉着我的手问我：叔叔，你看到我的爸爸妈妈了吗？我找不到他们了。宁宁，你别着急，先坐下。我安抚着她，让她坐在了我的身边。宁宁，你知道我们现在在哪里吗？我知道啊，我们在广场上。不对，我们现在在你的梦里。我的梦里？宁宁很是疑惑。对，是在你的梦里。那你又是谁？为什么会在我的梦里？我一时间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她了。我想了一会，对她说道：宁宁，你相信这个世界上有灵魂吗？灵魂是什么？灵魂就是一个人身体里面的东西，人去世了之后，灵魂就会从身体里出来，然后去天堂。我知道天堂，那里是神仙住的地方。差不多吧。宁宁，我说你不要害怕，其实我就是一个灵魂。哦，那你怎么没有去天堂呢？我还没想好怎么回答，宁宁便接着说道：哦，我知道了，你是坏人，对不对？老师说了，坏人都去不了天堂。这就尴尬了，这小屁孩怎么聊天呢？我不是坏人，老师也说了，坏人从来不说自己是坏人。我凑，这小屁孩快成精了。你先听我说，你知道你为什么能看到东西了吗？知道呀，医生给我治好的。对，是医生给你动了手术，用别人的眼睛里面的一个东西给你换上了。那个人怎么办？因为那个人已经去世了，这个东西已经用不到了，所以就捐给需要用它的人了。哦，原来是这样啊。宁宁，我就是把眼睛里的东西捐给你的那个人。哦，原来你是好人啊。我当然是个好人了。随后宁宁起身朝我鞠了一躬，叔叔，谢谢你把眼睛里那个东西捐给我。叔叔，你能带我去找我爸爸妈妈吗？宁宁随后问道。宁宁，你好好睡觉，我去帮你找爸爸妈妈。看着这个令人心疼的孩子，我对他说道。好啊，来，拉钩。宁宁伸出手指，我跟他拉了钩。叔叔，你快去帮我找爸爸妈妈吧。那我先走了，以后在学校不要打架了，知道吗？我知道了，我会很乖的。随后我就从宁宁的梦里出来了。我还真是倒霉又操心的鬼呀，到现在不但没附身没还阳，却在一边当红娘一边给孩子找爹妈，也不知道做的这些事能不能给自己积点德。天亮以后我就离开了福利院，然后我又双若着来到张大锤家。等他睡着了，我进入了他的梦。你好久没有回来了，本以为你会来参加我跟小美的婚礼的，但你没来。在外面耽搁了一些时间，没赶上。恭喜了，那不得谢谢你吗？要不是因为你，我跟小美也不会认识，也就不会结婚。你还真是我跟小美的大恩人，不仅仅有救命之恩，还是媒人。不要这样说，这都是命数。你这次回来有什么打算？其实我又是有事情想找你帮忙的。接着就把宁宁的事情告诉了他。我希望你们能收养他，这个孩子太可怜了。问题倒是不大，毕竟我也是个孤儿。只是我还得征求一下小美的意见，和小美商量后，这2天就去办。不过哥，你真是个大善人啊，自从当了鬼后就一直在行善积德的路上吧？张大锤啧啧说道。哥们乐意。说完，我便从张大锤的梦里出来了。走出他的房间时，依稀听见他嘴里嘟囔着：老板，来10串烤腰子。晚上等宁宁入睡后，我进到他的梦里。他正在学校里跟同学们做游戏。宁宁，你过来一下。我把他喊了过来。老师好。宁宁跑了过来后说道。宁宁，我不是老师，你不记得我了吗？上次咱俩见面，我还答应帮你找爸爸妈妈呢。不记得了？那你找到我的爸爸妈妈了吗？我没有找到你的亲爸妈，但我给你找了一个很好的爸妈，他们明天上午就会来看你了，到时候你就跟他们回家，好不好？
他们会喜欢我吗？当然了，他们会很喜欢你的。可是如果我不喜欢他们，那怎么办？我觉得你会喜欢他们的。而且，宁宁，你的身体里有一样东西，跟他们的身体里的一样东西，之前是在一起的，但现在他们分开了。你舍得让他们分开吗？那好吧，明天如果我喜欢他们，就跟他们回家。那宁宁，说话要算数呀。当然了，我说话最算数了。你要是不信，我们拉钩。我信。那我先走了。叔叔再见。随后，我就从宁宁的梦里出来了。第二天，张大锤和苏小美一起来到了福利院，见到院长后，向他说明了来意。院长很开心，安排人把宁宁叫了过来。宁宁见到两人后，有些拘谨，羞涩地低下了头。苏小美见状，走到宁宁身前，蹲下身子，跟宁宁说了几句话，然后起身对院长说：“院长，我带宁宁去院子里走走。”好。他们两个在院子里随意地逛着，随意地说着，大多都是宁宁在学校的事情，在福利院的事情。很快，宁宁就对苏小美有了好感。等到两人回到院长的办公室时，宁宁对院长说：“院长妈妈，我愿意跟他们回家。”看到他们一家三口其乐融融，我的心里有些失落，但好像又有种失而复得的感觉，就像失散很久的人终于又找到了彼此。想了想，那毕竟是我的腰子和眼啊，可不是一体的吗？晚上他们都睡着后，我进了张大锤的梦里。大锤，明天一早我就走了，你们各自保重。你要去哪里？先去地府吧，见见明君，其他的再说。哥，我们三个人你都没有附身，你的还阳路算不算白走了？谁知道呢？不过看到你们三个现在活得有滋有味，我的还阳路应该不算白走吧？实在不行你回来得了，咱俩用一个身体呗。我想了想，他那身体还是不要了吧。我没有再去地府，而是回到了我之前生活的地方。日子一天一天的过着，转眼间3个月只剩下最后一天了。这些天，我每天都去熟悉的地方走走。我见到了我的家人们，他们已经从我出世的悲痛中走出来了，按部就班的生活着。也看到了张大锤带着苏小美、宁宁去看了他们，两家人说说笑笑，不是一家人，却胜似一家人。最后的一天，天渐渐黑了，我平静地等着魂魄四散的那一刻。只见从远处走来2个鬼差，见到我后，拿出一张地府文书递给了我。我打开，只见上面写着：尔在阳间历练结束，秉守本心，通过考验，速回地府，任第19层无间地狱长。我凑，玩我呢？